模拟器车手第一次跑真车比赛会是个什么实战水平？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如果我跟你说，在上海有这么一个少年，他开赛车模拟器的确很快，但是从来没有跑过任何真车比赛。然而他人生第一次跑真车比赛，参加的还是赛车圈里公认的难度最高、最卷的单一车型统规赛。他居然在2回合正赛中包揽了双冠，而且跑的还是纯雨地。而在干地情况下，从练习到排位，他也是一路横扫，如秋风扫落叶般狂揽了几乎所有场次的第1名。最离谱的是，他赛前的装备甚至都是临时凑钱买的，其中汉斯更是离谱到是找朋友借的。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赛照甚至都是当年微博抽奖抽来的。这种离了大谱的鬼故事，你敢信吗？乍一听，你是不是以为这像是一个模拟器品牌恶意营销的广告？然而它并不是，这个鬼故事就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身边。而且尴尬的是，这场我彻底沦为了他的陪衬，因为这场比赛里我是他的队友。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开始我甚至觉得他可能是来给我当帮手的。无能，没事没事，哎呀，没抠出来。跑的不行啊，太垃圾了。这一切的故事要从3个月前说起。当时是11国庆期间，我报名参加全年的现代 NCUP 统规赛，终于来到了全年的第3站——上海国际赛场。上赛呢，因为逼格确实太高了，但凡举办比赛，车手席位向来都是一票难求，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那赛前呢，现代 N 官方也是出了大量的纪录片，把我们前2站拼杀的过程记录得非常热血，看得我非常感动。只是尴尬的是，本堂主的真名邹云峰居然被小编写成了邵云峰。我翻了一下我过往的手动签名，我觉得小编哪怕把他认成郭二刚我都能理解，但是这是咋能认成邵云峰的呢？不过当我看到我队友小眼睛的名字李翁记被改成了李翁栋，我就瞬间释然了。然而我的队友小眼睛李翁栋李翁记这场却出人意料的不跑了。原因是这站车队新来了2个车手，且都给小眼睛开出了他无法拒绝的价格。那小眼睛本来是一个有赛车梦的，是一个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硬核车手，但是在选择跟我并肩作战，一起追逐年度车队总冠军，还是卖掉席位含泪挣园子的两难抉择之下，他也是果断选择了后者。他真的我哭死。所以这位模拟器冠军车手唐天宇就是这样空降来的我们车队。那甚至我们车队呢还来了一个 CEC 的冠军车手于双，可想而知这场比赛卖的到底有多火爆，甚至连平时送了都没人要的观众门票，这场都能卖出去了。这次 NCUP 上海站比赛，然后我还卖了几十张票出去，卖了2万多块钱差不多。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粉丝代表，然后过来拿那个票还有车证。那为什么我对卖门票这事儿会这么积极上心呢？带粉丝现场感受赛车氛围，这当然是客套话了。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我在赛前就隐隐感觉这一场我可能又要大杀四方了。为什么当时我会有这样盲目的错觉呢？原因有3。第一是我刚在上一站天津站表现亮眼，这让我的年度积分从第1站宁波站之后的全场第7，在天津站之后已经悄然之间升到了全场第2。不知不觉之间，我居然已经具备了争夺年度总冠军的资格，且距离第1名朱正斌仅仅只差3分。其次是我在上赛的圈速还不错。
错。在今年6月份，为期4天的现代 NCAP 赛前试车环节中，我击败了一众高手，甚至包括很多职业车手，在上赛强势拿下了全场第一。那第3点呢，就是我在此前接连参加了国内各种规格的统规赛、耐力赛，表现出了这个还算不错的这个竞争力啊。于是呢，在粉丝跟网友一声一声牛逼之中，已经逐渐迷失了自我。那当时我就觉得，这一波必须得带粉丝现场观战，一睹我大杀四方的风采才行啊。而正因为有了众多的粉丝拿钱买票响应，我觉得一战成名就在今天。因此，我当时甚至还做出了一个更疯狂的决定，我还同时报名参加了上赛另外一场大马力后驱车的8小时耐力赛。也就是说，一个周末我又要同时跑2个完全不同的比赛了。人生嘛，既然要追求刺激，当然要贯彻到底喽。堂主，你在干嘛呢？这都快要走了。半个小时后出发，我再练练，找一找那个比赛的感觉。然而，当我把本就所剩不多的模拟器练习时间又分配了一大部分去到 GT4 练习的时候，导致我 NCAP 的模拟器练习的时间几乎都所剩无几了。那另外我还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现代 NCAP 上赛这一站，我还要加50公斤的配重。原因是我在上一站天津刚拿了分站冠军，按照赛规就得加数额最高的50公斤配重。不过好在我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年度积分榜前5名的那几个车手，通通都上了大配重，所以我也完全不惧。第4名陆建熙甚至一共有60公斤配重，嚯尼玛，这说明现代 N 的配重甚至每一站都还是累加的，这你受得了吗？兄弟们，这个就是我这一站的配重块，哇，齁沉，就这些钢板啊，这些钢板呢，它上面有孔，这些孔呢，就是通过这个非常长的螺钉，然后给它楔到车的副驾的地板底下，然后这个就是我的配重的箱子啊，把这些东西都装好了之后，拿这个箱子往上一盖就 OK 了。来，快点拿块磨刀石过来，来磨一磨，打磨一下。不过第一节复位练习开始的时候，车队虽然已经把配重块领过来了，但还没来得及装，因此我试车的第1节是没有装配重块的。上赛现在刷了新的沥青，然后呢，之前跑过的很多车手都说比老沥青要更快。然后 GT 比赛的话，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数据也比之前要快了大概2-3秒，所以我们的 NCAP 理论上来说应该也是要比之前跑得更快的。那么问题来了，此前6月份在上赛试车的时候用的是全新胎，当时我拿到全场第1的那个成绩是2分24秒2。那么今天付费练习第1节，我在没有配重的情况下，用上一场比赛剩下的旧胎，究竟能做到多少呢？第1节付费练习，我做了4个飞行圈，最好成绩是2分22秒68，比起6月份我做的那个全场最快的2分24秒2的成绩，快了差不多1秒6。可惜呢，付费练习没有挂官方计时器，因此呢，其他人的成绩究竟是多少，就得去侧面打听了。我们现在去找我们竞争对手问一下他们跑了多少，一会儿他们要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跑了25。你刚才说你跑了多少来着？30。你是不是在对队友藏私，瞎说呢？真没有，是不是跑2分23？啊，23加7。我操，连队友都隐瞒，你看这种人心机多深，我的天！这是我们 NCAP 的第1名，积分榜第1名，朱正斌。问问他跑了多少？刚出车了吗？我第1节出的，跑了多少？我没有做有效圈，为什么？我回来花不，他是不想告诉你。我知道，哎，太藏私了吧！我的天！行吧，问了等于没问。小科科，哎呀，我操，好慢！我看来看去才24多少，24多，看来看去才我操，开始藏了。不是啥，真不是啥。你加配重了吗？加。简单打听了一下，我的成绩还算不错。当然，其实我也很好奇，我的模拟器冠军车手队友唐天宇圈速到底会是多少？
可惜他人虽然来了，但是这一节并没有上。不过说真的，当时我的注意力确实也没在他身上。我当然知道唐天宇很厉害，我也知道他是国内最一线的 F1 方程式模拟器车手。上赛模拟器他起码跑了上万圈，甚至曾经跟 F1 车手周冠宇同场竞技，比拼上赛模拟器他都不落下风。同时呢，我也知道跑模拟器牛逼的人肯定有自己的奇技淫巧，他们通常转战真车，适应能力也都特别快。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我听说他此前真车比赛的经验为0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人，你只要不适合诸葛亮，你当时大概率都会跟我一样，认为他可能会有几个漂亮的单圈，但是正赛里攻防节奏一上来，他就一定会手忙脚乱，招架不住。因此呢，当时我虽然好奇归好奇，但是我更关注的真的只是我最直接的那几个竞争对手而已。你知道吗？在我跑 N 之前，我偷学了3天他的视频，每条都40多分钟，我就一直快进。我媳妇跟旁边说：“你看谁啊？”我说：“这人声音好难听啊。”我看你今年就是一直在练习，对，然后一直都得以验证，然后越来越快。我经常会看你的车载越来越稳定，我操，越来越会说话了，主要抖音能做起来。赛服就得说点人话。妈，你等会儿，你又等会儿。真的，我看那车载什么的，我看张志东跟你的，几乎你们是没有差距的，没，所以证明什么？这台车的上限真的很，谁开都能开成那样。我就等着他妈的，他看他能跑多少，我操！就因为2分30，我直接回北京了。这个车真的很好上手啊，也很好能开快。是，但是我看那个前几场宁波，然后天津，对吧？对。我看缠斗都非常精彩，非常精彩。然后整个你比赛的节奏，对，然后排位、抛突位，我觉得真的，抛突位我还撞到了，我操，真的屌！那行吧，那我就上车了，我等你成绩了。点赞啊，点赞！加油！跟第一站宁波站的娜娜，第2站天津站的杨烁一样，韩景峰也是这站现代 N 专门邀请过来的媒体车手，这在 N Cup 比赛里也是老传统了。这场有韩景峰在，真挺好的。这哥们儿别的不说，至少节目效果这一块绝对爆炸，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跟别人缠斗了。兄弟们，来！让张弛吃了好多年亏的啊，眼泪都流出来的东西，千锋，马上就要套在我们的配重块上了。这个玩意儿，但凡你敢动，你有再好的成绩，都会给你取消掉。所以这个玩意儿谁都不会动的啊，尤其就是千锋这个东西属于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成绩很烂，组委会就可能就不会查你的千锋。但如果你成绩很好，组委会是一定会查你的前锋，且会把你车从正赛跑完回来之后就会把你车封掉。好，我们现在在验装备，这有个秤，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减肥工作有没有成功啊。现在穿上装备，靠体重赢对手已经不太可能了，只能靠技术赢对手了。第2节付费练习马上又要开始，这一节我装上了50公斤配重，为的就是尽快提前适应带配重之后的节奏。那么问题来了，在上赛这样一条大直道巨多、超级吃马力且长度为5.6公里的 F1 大赛道，加重50公斤之后，我的圈速会比第一节慢多少呢？这一节比上一节还快，但是明显能感觉到，确实在高速弯里面，这个轮胎消耗太快了。我冲了3圈，3圈的圈速70了。第2节我做了3个飞行圈，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圈速居然比第一节还快了0.1，来到了2分22秒57。50公斤的配重当然一定会影响到圈速，说明我第一节跑的空间还挺大。另外一方面呢，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是，配
配重50公斤可能对于方程式赛车来说影响单圈绝对是大的，但是对于房车来说，它的绝对单圈肯定是有影响，但其实影响并不会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至少对于这台车来说，我认为可能撑死了只有0点大几秒，超不过1秒。原因就是 NCAP 赛车其实街车属性还是很浓的，本身就不是很轻，所以它对于重量反而并没有那么敏感。方程式赛车你只要加50公斤，那圈速差距海了去了。其实对于房车来说，配重50公斤真正最影响的是正赛的长距离节奏，因为更重的车身就一定会让你的轮胎刹车急剧消耗，这个影响才是真正致命的。那我这个2分22秒5的圈速呢，我后来打听对比了一下，当时好像只有圣地车队的2个车手比我要稍微更快一点。圣地刚刚上了新胎啊，做了21，一起没透露，他还跟我说反正做到21了。张先超做的，我靠，真快，2台都21，他们2台一直在一起开啊。圣地另外一个车手叫什么？孙鹏。而除了他俩之外呢，当时其他所有人都没有我快，甚至连后来这场杀疯了的唐天宇都没我快。你昨天跑多少23.0最后一场。23.0，我靠，那还真快，真挺快的。所以呢，我当时内心更膨胀了，觉得自己挂着50公斤还能有这个成绩，这一站看来是稳了呀。跑多少？这车能跑多快？你告诉我，你跑多少？我感觉我跑得特别慢。你说吧，跑多少？真特慢。多少？24头。24头啊，那挺快了。你跑多少？我那时候不是24头吗？你现在跑24头？我现在23多一点。真的假的？真的。谢逼吧，我跑26。哥们儿，这台车的上限真的很。谁开都能开到那。我跑下26。真假的？真跑下26，我已经很努力的在跑了。骗我是孙子。不是，他这线我不会走，反正不会开，我很努力了。你确定吗？我确定。26。骗我孙子。我真没骗你。哎，那我晚上我能不能找你教教我？行，可以。感谢。晚上见啊！我本来以为韩景峰说晚上找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大晚上他真的连夜发微信找我要车载视频了。我今天不是跑22秒5吗？但是我跟韩景峰说的是我跑23。然后我这一节呢，第一圈上去暖胎确实是23秒5。你说的没毛病啊！咱们就给他发23秒5那一圈，22秒5那一圈绝对不给他发。反正他现在跑26，对吧？给他发23这一圈，足够他参考了，够他学了。就冲他叫我3声好哥哥，对不对？给他发一个快他3秒的车载，没有毛病啊。叫4声我就给22了，没有叫4声，叫3声，就差这一句。不过后来我还是在他一声一声好哥哥之中迷失了自我，最终良心过意不去，还是把我最快的车载发给他了。同时呢，我还纠正了一些他档位使用上的错误。反正呢，我是尽力了，剩下的呢就看他自己的领悟能力了。哎呦，这是谁呀？韩老板。好。要不是你走得快，我就要让你听一听我们这个98000块钱买来的 M35的声浪。韩景峰跟我一样，这场都是要同时参加 GT 以及现代 NCAP 的车手。他开着700万落地的 GT3 RS， 在某音天天有人点赞；我开着9万8的奇瑞王，在小破站未尝又没有必有的支持。虽然3连点赞投币都很少，但是主打一波陪伴已经足够让我暖心。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不过遗憾的是，韩景峰后来只在官方练习阶段匆匆忙忙做了一个2分24的圈速，然后呢，就据说因为突然肚子痛去医院了。随后呢 ，NCAP 的排位赛跟正赛他就都缺席了。唉，真是太可惜了。他要是在，节目效果一定是爆炸的。今天是官方练习的第1天，哇，今天任务非常繁重，2节 NCAP 的练习，上午还有1节 GT4 的练习。然后下午2节排位赛啊，所以等于今天我要出5节车。哎，我听说昨天已经有人开始研究我的数据了，觉得我的数据特别牛逼，所以重金贿赂你。哎，这话说的，
妄图疑似要贿赂我，那你有没有便捷把我的数据告诉别人？你觉得呢？我们可是有职业操守的好不好？行，我觉得价格没给到位，给到位了，小眼睛肯定便捷。哎呀，你昨天跑多少23.0最后强速。 23.0，我靠，那还真快，真挺快的。不愧是曾经战胜过周冠宇的男人。别听那个谣语，你不是曾经跟周冠宇跑过模拟器吗？你比周冠宇快。是这个比赛，那是按罗的商业活动，那商业活动那也比他快，就是比他快。那目的是为了给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太官方了，我的天！年纪轻轻的，我的天，跟新闻发言人一样。新盘、芯片，对，然后要磨开，然后我开了之后正好回来看一下胎压。然后今天是轮胎，是昨天那一套。对，轮胎没有换， OK， 帮你省2个。好。哎呀，马上就要官方练习了，终于能看到全场其他人的成绩了。昨天只能靠挨个去问，今天想完他们也蛮会处了。22秒0，我最后一圈的最后一个弯稍微开了一点点。第二天第一节官方练习之中，我用的仍然是旧胎，仍然是挂着50公斤配重，但是圈速居然已经做到了2分22秒整，居然比昨天又快了0.5秒，并且在全场能排名第2。不过第1名居然就是我新来的队友赛百万唐天宇，当时所有人都惊了，纷纷在打听这个唐天宇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一节只是他开 NCAP 赛车的第2节，跟我一样用的也是旧胎，同时呢，作为这站新加入的车手，他也挂了30公斤配重，并且这一节4届 CTCC 冠军车手张真东也下场了。他作为我们赛事的官方教练，每一场都要给我们做标准的教学圈。但是挂了30公斤配重的唐天宇，仅仅只比张真东慢了0.2秒而已。从昨天第一次摸这个车到今天第2节，他就已经贴到了职业车手的尾巴了。这个进步幅度之快，对车的领悟跟适应能力之强，简直惊为天人。不过当时我吃惊归吃惊，但是我当时其实还并没有那么服气，因为我觉得自己体重更大，配重也更多，跟他的圈速只差0.072秒。所以我当时对这个小伙子只是收起了轻慢之心，但是我对自己仍然还是有自信的。然而他下一节就用更亮眼的表现，再次刷新了我对他的认知。我队友那个300万这一节上新胎，我们看一下他能做多少。大概其我就知道我们排位大概能做到多少。然后我这一节嘛就随便跑跑算了。那个我轮胎，我的天，太旧了，我可能冲2圈我就下来了。第2节官方练习结束，这一节我圈速只有2分23秒整，这一节我一共飞了3圈，圈速怎么都快不了，所以呢，我就干脆直接放弃挣扎，就等着排位赛用新胎做圈速了。别问就是挂了50公斤配重，轮胎磨损太快了。而我队友呢，又是全场所有车手中的第1名，并且将圈速成功带入1分21秒的美妙新世界，达到了恐怖的1分21秒2。虽然他这节用的是全新的4条新胎，但是正因如此，我事后反而更加佩服他。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节开始之前，唐天宇就问我这一节是新胎出还是旧胎出。我说我当然是用旧胎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用旧胎都能做到某个圈速，那新胎上去必然会更快。但是唐天宇跟我意见完全相反，他认为新胎抓地力跟旧胎抓地力完全不在一个维度，因此他说他一定要特意趁着排位赛之前的最后一节官方练习，一口气上4条新胎，玩命 push。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适应新胎的抓地力，让自己形成固定的节奏，以便在状况频出的排位赛里，一旦抓到窗口，立马就能凭借肌肉记忆
忆，火速做出最快最稳定的飞行圈，减少犯错的几率。说实话，这些话要是出自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之口，我丝毫不会觉得有什么惊讶。但是一个人生第一次跑真车比赛的年轻车手，居然就能如此有勇有谋，且对比赛有这般异于常人的深刻理解，真的是太可怕了。而更可怕的是，他这个计划甚至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就规划好的。早在开赛之前，他就一口气买了12条新胎，其中只有8条是用作正赛的，剩下4条就是专门用来在排位赛前强化对抓地力细节的肌肉记忆的。说真的，你很难想象他能临时凑钱去买符合赛规之下最便宜的头盔、手套，甚至汉斯都是找人借的。你不能说他大方吧？但是对于明明可以省掉的练习上新胎这种看起来非常浪费的大额的消耗，他却坚决不省，甚至眼睛都不眨一下，手起刀落就花了。说真的，我真的是越来越欣赏这个看起来矛盾，但实际上思路极其清晰的年轻人了。关键最终排位赛的结果真的如他2练前所想的一模一样。第一场排位，他毫无意外的拿到了杆位，圈速也再次刷新，来到了2分21秒1。而我呢，就非常拉胯了，圈速只有2分22秒1，比他慢了整整1秒，只排在了全场第5。我这个成绩呢，甚至还不如我1练的时候用旧胎跑的成绩快。而第2场排位赛10分钟之后就启动了，这次他排位只有第5，原因是其他很多车队都紧急调换了前后轮胎，而我们车队没有来得及换。冷知识啊，前驱车跑赛道不伤后胎，因此前后胎一换等于换了新胎一样。因此呢，最终我队友屈居第5，而我排名第6。不过我队友的整体表现已经引起了整个围场的集体侧目了。从关练1、关练2、排位1、排位2，4轮对决，他拿了3个全场第1。我赛前算到了他肯定会有很漂亮的单圈，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他能这么快适应，并且表现这么生猛 ，just like an animal。关键是我们这个比赛，除了我之外，其他前排车手们的表现可是一点都不差。澳门车手梁新荣第2场排位赛直接飞出了整个周末的最快单圈，2分21秒整。圣地车队的孙鹏一样飞出了2分21秒整，跟梁新荣的差距只在100分位上打架。他也是第1天复飞练习阶段唯一比我快的车手。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其实是第3名朱正斌，因为梁新荣跟孙鹏虽然也都跑到了2分21秒整，但是他俩一个只有10公斤配重，一个连配重都没有。但是相形之下，朱正斌加了整整40公斤配重，他居然也飞出了2分21秒整，简直是丧心病狂。就因为他的存在，让我连配重的理由都不好找了。所以说他能成为目前 NCAP 积分领跑者，绝对是有原因的。另外像圣地车队的张贤超，他也配了40公斤的配重，也飞出了2分21秒5的好成绩。虽然不如朱正斌耀眼，但是表现也很强势了，至少比我强多了。相形之下，我这个成绩简直就拉的一批。2场排位下来，我只分别排在了第5跟第6，也创下了我跑现代 NCAP 比赛以来最差的排位战绩。无脑，没事没事，哎呀，没抠出来，没开好，没关系没关系啊。哦，帽子，好，懵了都。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我是能到21的，但是结果没有，太失望了，对自己。2场排位都是第5是吗？第6一个。哦，第6一个，那废了。没事，哎呀，朱正斌现在排在很前面呀，要干他。朱正斌第几啊？朱正斌第2，210。我靠！嗯。第2、第3，第3，第2、第3。210嘛是吧？嗯。我靠，那废了！我靠，朱正斌实力这么强啊！前2天一直在装。对的。
跑完这2场排位，我回 P 房的路上，说实话我人都懵了，一股巨大的落差跟挫败感扑面而来，尤其是一想到有几十个粉丝甚至还专程买票进来看我比赛，本想在他们面前出个风头，结果我拉了一坨这么大的，我更是羞愧无地。而更尴尬的是，排位赛结束进维修区的时候，我甚至还超速了。维修区限速是60公里每小时，而我当时经过那根测速白线的时候 ，GPS 速度已经70多了。那因为这个超速呢，我第2场正赛又被赛事仲裁给罚退了3名。本来第6的排位成绩就已经很烂了，现在更是雪上加霜。第2场比赛要从第9出发啊！当时我真的一度感到了绝望。哎呀，我这个2场排位赛都拉得跟一头翔一样。本来以为这场来了20多个粉丝来观赛，对吧？我能好好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大展身手。大展身手啊！结果拉了一坨大的。刚跑完 GT4 嘛，这个手还没伸过来，哎，还没适应，是吧？不过这的确是最好的借口。我肯定是因为开了 GT4 受到了影响，哎，要不然我怎么可能是这成绩呢？不过老天爷他终究还是爱我的，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惊喜，他突然就来了。哦，还真是下雨了。行，下雨了就好，下雨了我希望就来了。黑受带来的影响将降低到最低点，雨下的更大一点，正好。老天爷啊！我搞砸了排位赛，但是我正赛拿到了便宜，哎。你看雨了 ，Holy motherfucking shit！ 下雨喽！哎呦，我们越靠后的车手越希望出乱子，越靠前的车手越希望不要出乱子。雨胎现在已经上好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但是肯定很精彩。说实话，看到下雨那一刻，我内心是狂喜的。原因有2：第一，雨战我就可以完美避开50公斤大配重带来的轮胎刹车快速消耗的劣势；其次，我认为我雨战能力还算可以，因此呢，我当时冥冥之中就感觉这场雨可能就是上帝跟我呼应上了，给我逆天改命写了脚本，我可能真的要开始大杀四方了。欢迎大家来到2024赛季现代 N 统规赛的全年第3站上海站的直播现场，我是张航。那上海站的比赛呢，也是本年度现代 N 统规赛的2024赛季倒数第2站比赛。来看看今天的上海的天气情况呢。目前的天气是温度是20到24摄氏度。那目前的话呢，赛道的路面是一个比较湿滑的一个状态。那正式的雨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雨胎跑比赛。为了防止车内玻璃起雾，我把窗户是特意打开的，为的就是让车内外的温差一致。这个有经验的驾驶员就应该能明白了。从出场圈开始，我就一直在各种线路上都试一试抓地力的极限，同时再找一找刹车点。按我以往的经验呢，雨天的刹车点比干地的刹车点大概要提早10到20米左右。当然了，更快的速度之下，刹车点要更早一些，这个都是要试的。那今天下午的话呢，今天可能上海的天气会转成大雨的天气，因此在今天下午比赛的时候呢，车手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更加极端的气候条件。我曾经对于雨战呢是做过大量的功课的，比如说雨天是有自己特殊的行车线的，它绝对不能像跑干地赛道一样走正常的外内外线路。原因很简单，干地的行车线会留下大量的胎胶，这些胎胶如果碰上水就会非常滑，所以一定要坚决绕开它们。那因此呢，我刹车永远是在中线，绝对不去外线，出弯也同样是在中线。虽然赛道完全没有用满，但是能避开胎胶就绝对慢不了。
出场圈结束，我就直接去发车区等待了。买票来看我的粉丝们，很多人都过来跟我合了影。之后呢，就准备发车了。本场比赛将会在安全车的带领下来进行发车。那区别于以往我们的静态起步，这场比赛我们是由安全车带2圈，然后安全车撤出，我们再动态起步发车。这个场主这个神起步也发挥不了，只能一个一个超了，没影响，他每一场都是往前盖上去。在安全车带领的这2圈，我疯狂的在内外线刹车，试探各种线路的可能，哪儿有积水，哪儿抓地力好，等等等等，都能做到提前心里有数。那这些干货呢，我都是跟维斯塔潘的16年巴西站赛后分析教学视频里学的。这边在帕尔博里开，这是13号弯的位置，安全车的顶灯已经是熄灭，所以说将预示着这一圈安全车将会回到维修区，比赛呢将会在这一圈的结束之后重新的开始。通过耳机得知安全车本圈结束后就要撤走的时候，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了起来。果然还没有到最后一弯，前车就已经起步了，我也果断起步，但还是慢了一步，一下就被甩开了20-30米。而更前方开着绿色6号车的梁新荣自己打滑死病了，我前方橙色这台朱正斌的车也冲进了沙石堆。这边我们看到梁新荣的赛车已经是在16号弯的出弯处发生了失误，与此同时也是影响到了身后的朱正斌。我们看到朱正斌的赛车刚才是冲出了16号弯，差一点是陷入到了这个沙石区当中。我虽然被连累刹了一脚车，但我迅速躲过去，一下上了2个名次，来到了全场第3。这份天降大礼真是喜从天降，那就没办法了，哈，这个就只能含泪笑纳了。目前依旧是排在了第2的位置上。杜云峰现在紧随其后，而且我们看到好像孙鹏赛车的右后保险杠也是发生了这个碰撞的情况啊。在我前方的第2名就是35号孙鹏，是圣地车队的一个车手。我跑付费练习的时候，那个圈速唯一赢了我的那个男人就是他。赛前我跟他队友张贤超打听了一下，说孙鹏开车单圈非常快，但是正赛开得少，不太擅长缠斗。我尝试着连续内外变线晃他几次，孙鹏死守内线，态度非常坚决，这也不太像是不擅长缠斗的样子。除了最后一弯，明明他走的是内线，线路更窄，但是一出弯他居然立马就能把我甩开。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挂了50公斤配重，但是他什么都没挂，所以他直线提速比我快多了。那因为我之前一直跟孙鹏缠斗，被严重拖慢了速度，所以后方的周浩文也赶上来了。1号弯甚至能一路都外线跟我并排，而我前方的孙鹏过1号弯确实稍微有点慢，我被卡住又提不了速。到2号弯的时候，周浩文甚至都差点要先我一步卡住弯心了。不过我没有跟他抢2号弯的弯心，我也走外线出弯，拼了个出弯速度，于是保住了这个弯，又把它超回去了。之后才刚过了几个弯，我又迅速贴上了前方的孙鹏，几乎前脸贴着屁股开了。这一把我决定要出其不意，直接下手。于是等他刹车灯一亮，我迅速抽头插进内线，于是直接来到了全场第2。漂亮，牛逼！杜云峰在11号弯这里准备来进攻前方的赛车，这个进攻非常的干净。那这样的话，杜云峰是让自己的名次提升到了全场的第2位，对于他的积分来说呢，这非常的重要。雨天的刹车是非常讲究技巧的，这一把超车看着很简单，但实际上确实一点也不难。雨天刹车要够轻够柔，就像踩住一颗鸡蛋，但又不能把它踩碎，就 OK 了。之后呢，我就陷入了跟周浩文漫长的攻防大战之中。我接连挡了他很多圈，但最终还是没抵挡住，在10号弯那儿稍微走大了一点，轮胎上了油漆地，一打滑，然后周浩文就把我超过去了。我呢又调回了全场第3。周浩文不愧是跑过澳门 TCR 还有各类大赛的老将，果然还是有点东西。我们看到周浩文在这一圈当中，在 Parabolica 之前已经是超越了周云峰，回到了第2的位置上。刚才的那一圈呢，周浩文的速度要比周云峰来快上了1.2秒。那这一圈的话呢，可能周浩文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周云峰现在是掉到了第3位。
之后我就一路狂追周浩文，他其实就在我身前没多远。但是呢，这时候出意外了，我的雨刮器突然坏了，当时时速已经216了，我眼前一片水雾，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着侧窗找刹车点，稍微刹过头了一点点，但是问题不大。之后呢，就是全凭胆量和脑子里的肌肉记忆在盲开了。反正松油是肯定不可能松油的。到最后一弯前，雨刮器还是没好，但幸亏最后一弯前有个龙门架，我能看着它找刹车点。还好雨刮器这时候突然又好了，不然其他没有龙门架的弯，我都不知道该拿什么找刹车点。只是遗憾的是，这时候周浩文已经彻底跑远了，想追上他是彻底没戏了。而更艰难的是，身后的朱正斌也已经拍马赶到了。来看一下朱正斌，现在似乎已经是来到了邹云峰的身后。我相信邹云峰在最后的2圈当中啊，会死守他的这个名次。他们俩恰好都是跟我争夺年度冠军最直接的2个竞争对手，但凡不是迫于无奈，那是绝对要严防死守，坚决不能把他们放过去。这场比赛我是把防滑全关的，所以车子会非常滑，我全程都得靠自己救车来努力维持平衡，这真的是不太容易。从我的视角其实看不到身后的朱正斌，但他确实就是一直在我身后。这时候大家注意到我的前挡风玻璃没有，主驾驶玻璃内窗刚好起了一团大水雾。我们从车载画面貌似能把前方看得很清楚，但实际上当时在车手眼中，他恰好挡住了车手的正前方视角，导致前方完全就是一团水雾，啥也看不清楚。那有人就好奇了，为啥不擦一下，或者把脑袋歪过去看一下？车手的脑袋都被汉斯跟6点3圈带绑得死死，啥也动不了，只能就这么凑合开。每一脚刹车真就是只能凭着感觉来。比如说我这脚刹车就直接刹进缓冲区了，等兜回来的时候，朱正斌都已经贴上来了。这个时候距离比赛结束其实就只剩最后2圈了。这边我们看到邹云峰赛车在14号弯的位置是发生了失误，那这样的话可能会给身后的朱正斌留下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在这边的话，朱正斌可能啊在这里选择了一个非常保守的方式来通过，所以说他的出弯速度呢也来得并不够快。邹云峰现在还是处在朱正斌之前。去看一下 last lap 出没出，以防万一。对，要看一下，不能犯上一次天津站的教训，上一站的教训。经过2圈的贴身肉搏，我还是把朱正斌挡在了身后。那最终在最后一弯前呢，朱正斌几乎放手一搏，但是我最后2圈以盯防他为基本要务，几乎没有犯过任何错，所以他还是没有机会。最终我俩前后脚冲线，我艰难守住了这来之不易的第3名。看一下2位车手，这是邹云峰和朱正斌。出了最后一弯之后，2台赛车非常的接近，不过还是最后啊，邹云峰力压朱正斌，拿到了领奖台的最后一个席位。都看出来了，操！牛逼！牛逼！好，就是因为有你们来了，兄弟们，真的，没有你们来，我操，我有可能领奖台都保不住。后面那哥们还挺快啊，我操！第1场比赛，我最终艰难守住了第3，避免了最后时刻被绝杀。这个位置守住的意义极其重大，因为我身后第4名就是我争夺年度总冠军路上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朱正斌。我守住的这个第3呢，让我得了15分，刚好比朱正斌的第4名12分多了3分。此前我恰好差他3分，因此我俩的积分都打平了，恰好都来到了76分，并列积分榜第1名。但如果我没有守住的话，那就等于他比我还要多拿3分，加上我此前还差他3分。
分，那我就要落后他6分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位置守住的意义极其重大，就是因为这个。而周浩文这场拿到了第2，怒砍18分，积分来到了75分，仅仅只比我跟朱振斌各落后1分，战斗已经白热化了，家人们。另外呢，总分榜上第4名陆建熙这场配了全场最重的60公斤配重，拿下了第7，也非常不错，收获了6分，总分来到了60分。而第5名陈小柯就比较惨了，撞车退赛，直接0分。因此呢，他还是54分。不过这场最亮眼的依然还是甘位出发的唐天宇，他从起跑开始就一骑绝尘，通过枯燥乏味的全场领跑，中途一度拉开第2名18秒多，最后为了稳妥冲线还放了点速度，以领先第2名12秒多的巨大优势冲线，强势拿下冠军，同时还拿下了正赛雨战的全场最快圈。不过相较于唐天宇首战夺冠的经验，我更欣赏的是他对于比赛各种细节的拿捏以及认真学习的态度。比如说，他说他赛前几个月开始就已经开始研究我的上赛车载，我本来以为他只是客气几句，没想到后来他把他 B 站的年度报告截图丢给我看了，我那篇上赛车载的内容还真是他观看我视频时长最长的一篇内容。4舍5入，他这个冠军有我一份。再比如说，他比赛这几天一直缠着小眼睛告诉他各种操作车辆的细节，跟着小眼睛一块走赛道，研究路面最新的变化。再比如说，他深更半夜还在研究车载，研究完了还丢进群里分享，毫不藏私。再比如说，出场圈一共5分钟，大多数人都是出场圈试试线路、刹车点，然后就乖乖上大直线发车区等着了。但是唐天宇用他多年跑 F1 模拟器比赛的经验，利用5分钟出场时间极限操作，出场跑了一圈之后直接进了 P 房，紧接着再次出来，生生做了2个出场圈，这就让他在比赛的一开始就比大多数车手都多了1圈宝贵的雨地经验。再比如说，他发车的时候假装画龙暖胎，但他其实一直盯着后车，等到后车跟着他一起画龙暖胎的时候，他抓着对方在非赛车线转弯的时候，一脚油门突然起步，就迅速把后车带开了一大段距离。再比如说，他跟我分享说，他通过这次简单的测试，就发现了这个车其实在 ESP 半关的情况下，在雨地里才是最快的。但是很可惜，这条经验呢，他是在第2场比赛结束之后才跟我说的，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啊。而我这2场比赛里用的都是 ESP 全关的模式。说真的，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一个人会像他这样，明明单圈都已经这么快了，但是还是竭尽所能在抓各种细节，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说实话，这种态度真的太值得 respect 了。关键是他还完全不藏私，这些经验都是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可惜的是呢，我每天跑完 N Cup 就要立马去跑 GT4， 来回2头窜，每天跑完比赛就累得精疲力尽，甚至连单独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了，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时间能复盘，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听他的分享。现在想想，我真的是蠢到家了。第2场正赛了，第8发车了，冲，而且要完赛，策略是冲。而且要完赛，要保分，但是也不能不冲，因为我第9发车。第8，你要苟住在后面有什么意义呢？第9拿2分没有意义，还是要冲。我太愚蠢了，昨天维修区超速9.8公里，然后罚退了3个位置，今天看能不能弥补一下。弥补不行，冲吧，得拿0奖，冲吧。下午刚跑完 GT4 的排位赛，紧接着第2场 N Cup 正赛在傍晚4、5点的时候打响了。这场比赛我开始认真听取队友的意见了。第1个出场圈刚结束，我再也不傻不愣登的去发车区里干等着了，我一头扎进维修区，又做了一个出场圈，主打一个听劝。这一场我本来排位第6，但因为维修区超速，所以被罚到了第9。雨天在中间出发呢，不但视线不好，而且很容易卷进事故。但是事已至此，那就只能先看一看能不能超几个位置回来了。今天下午的这一回合比赛啊，
也将会再次是以安全车来带领。这场照例还是要安全车带2圈，然后再重新开始。那重新发车之后呢？这一次我的反应时间非常的快，最后一弯前晚刹车，然后就贴上了前方的红车。我非常细腻的控制着油门，刚好在过线之后才把它超掉。因为在发车线前就超车是一定会被罚的，我简直是机智。那紧接着呢，我一不做二不休，大直线上又再次超掉了另外一台车，实现了刚发车就完成了2次超越的壮举。结果这个时候耳机里面传来车队的消息，说安全车还要再带1圈。好吧，原来是我搞错了，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于是呢，我又只能先把位置还回去了。好了，这回比赛是真正重启了。1号弯我就走了一个大胆的线路，直接兜外线，准备跟红车并排。结果呢，走大了，冲出去了一点点，不但没缩进距离，而且反而还被拉远了。紧接着帕拉波利卡弯之前，我用假动作把前车晃进内线，然后我迅速并到外线跟它并排。紧接着就是在大直线上拼出弯了，我走的线路更大，速度上肯定是有优势的。那到了大直线的末尾，他果然没有把我甩开，他进内线防我，我只能去外线拼一脚刹车了。但雾气缭绕之下，真的啥也看不见，我这第一脚就直接冲出去了，于是又被他跑远了。下一圈还是同样的配方，我一样在帕拉波利卡之前蓄力贴到他身后，跟他拼出弯。那到了大直线的末尾，再次跟他拼刹车。那这次呢，刹车点终于选准了，于是呢，干脆利落的从外线把他超掉了。有了，漂亮！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超过了这台红车之后，我突然就变得好像不会开车了一样，突然就开始浑浑噩噩的。先是在帕拉波利卡之前被杀气腾腾的陈小科直接插内线超越，紧接着车队通过耳机告诉我说我圈速根本不对劲，比前面最快的车手慢了将近4秒，大直道过来的时候都不带风，开的一点杀气都没有。然后我就开始振作起来了，圈速确实也以单圈比上圈快1秒的节奏往前飞驰。但是几圈之后，意外来了，在10号弯的出弯，我突然莫名其妙就被撞了。原来是后方的孙鹏，早在几个弯前就已经粘上我了，我也注意到他了。10号弯前我俩并排出弯，我在内线真的给他留了足够多的位置，但是他咔就给我撞了，真的非常莫名其妙，这完全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没有任何必要的事故。他刚刚跟前面那个圣地的车撞了，然后他给那个车留位置了，但是还是撞上去，他已经让位置了，被那啥了，对，被雷了。对，关键碰撞完了，那个位置非常尴尬，前面是沙坑，但是后面呢又有快车要过去，我完全没法第一时间走。于是呢，后面几台车又咔咔咔给我超过去。而等到我终于从沙坑边缘安全出来之后，我的眼神里充满了血丝，怒气值直接拉满，杀气腾腾的跟了上去。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找孙鹏报仇。然而半圈还没有跑完，到了1号弯的时候，孙鹏居然自己打滑冲出去了。然而最离谱的是，我追孙鹏这一圈，居然刷出了我整个上海雨地的最快圈。唉，但凡我能早点拿出这个状态，也就不至于会跑得这么拉了。然而之后呢，车子就开始有异响，过弯的时候底盘都已经开始有啾啾啾的声音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被撞之后就有这个声音，但是当时可能我光顾着找孙鹏报仇，根本听不到。等到孙鹏自己出去了，那现在就能听得很清楚了。但是好在比赛也就剩最后1圈了，虽然被撞那一下耽误了20秒，但最终我还是有惊无险的完赛了，且保住了这个宝贵的第10名。我以后不会再你那边跑完跑2个比赛排位，马上回来跑这边，对你肯定全是那边的感觉，手感没了。不能这样，我操，差距太大了，不能这样，完全不对。差4秒是吗？对，完全不是这样的。前面的圈速跟后面圈速不是同一个人开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又是雨天，难适应。跑的不行啊，太垃圾了。没事儿，没事儿，已经过去了，收拾好心情，回去复好盘。你怎么了？爆了！啊，我没丢节奏，丢节奏，怂了。不是你车是不是后来有点问题啊？后来被撞。我一抬头看你在我前面，我都很惊讶，当时撞了，有谁撞了？我本来应该是能拿第7的。哎呀，但是节奏丢了没有办法，我就是节奏丢了，因为确实怂了。
第2场比赛结束，我只拿到了全场第10，怒砍1分。不过能保持这宝贵的1分，其实就已经很好了。这场比赛虽然我被孙鹏撞了，导致名次滑落到了第10，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跑的实在是太差了，不仅仅杀气全无，关键还畏手畏脚，患得患失，一个大大的怂字写在了脸上。为什么我突然之间会变得这么怂？是因为车价高达190万的 GT4 排位赛恰好就在 NCUP 2场正赛之间，而我在 GT4 排位赛里踩到了好几次水坑，发生了非常恐怖的横向滑动。这直接把我后续跑 NCUP 赛车的信心都给干没了，节奏也全丢了。本来跑前驱车就要胆大才行，结果我跑个前驱车比赛，生生跑成了跑 GT4 的节奏那样小心翼翼了，那不慢才怪了。整场比赛我就像梦游一样，要不是比赛最后阶段被孙鹏撞了清醒了，我甚至还在浑浑噩噩。这真的是我跑过的有史以来最差的一场比赛，实在是太丑陋了。而我的队友唐天宇从第5出发，在玻璃起雾、视线被挡、几乎盲开的情况下，一路强硬进攻，战胜了一众圈速高手，又一次拿到了全场第1，并且再次包揽正赛最快拳，简直惊为天人。他也仅仅只凭借这一战，就一举拿下了恐怖的56分。可以说，除了丢掉了第2回合的排位赛那2分，他拿完了剩下所有能拿到的分数，几乎就是大满贯。说真的，像唐天宇这么有天赋的车手，如果此后都没有车队签他，那真是中国赛车的一大损失。那从唐天宇的成功也能知道，模拟器对于车手的帮助意义何其重大了。他其实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其实一开始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但他自己都没想到，仅仅只是因为有了多年的模拟器积累，居然就能做到如此厚积薄发。而中国民间其实有不少类似唐天宇这样的模拟器高手，其实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也许很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觉得有条件来的，不妨可以大胆试一试，也许下一个唐天宇就是你。赛车的确很贵啊，唐天宇为了这场比赛也是怒花了10万块钱，但是模拟器很便宜，而且模拟器是一次性投资，它可能也是普通人能进阶到车手的最省钱的练车方式了。那说完唐天宇，再说回我自己的赛后复盘，我发现我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我之前一直很自豪自己对于雨地走线的理解，比如说坚决不走赛车线，因为赛车线有胎胶会很滑嘛。但是我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上赛最近才刚铺了新沥青，根本就没有什么多少胎胶，就算有，雨水一下，分分钟也给它冲走了。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我但凡是有时间能问一问唐天宇跟小眼睛，找他要车载看一看，分析分析，也就立马能发现了。但是我居然连这点思考量都没有，2场比赛都在机械的、教条主义的遵守着正常赛道的雨地走线的规律，却忽视了上赛刚刚铺过沥青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这导致我几乎每一个弯走的都比别人窄，每一条线路都没有别人能带得起足够的速度。我现在回头想想，第1场正赛我能走着比其他人明显更差的线路，拿到一个第3名，真的都得谢天谢地了。可能有很多对手一时之间没有适应过来雨地的节奏，这才让适应能力还算挺快的我占到了很大的便宜。但到了第2场正赛，适应雨地节奏的人明显变多了，而我还在教条主义的走着那个更窄的线路。因此其实我哪怕后续心态没有变怂，我觉得我第2场正赛也拿不到什么好名次。因此这一站 NCUP 比赛，我能在赛前这么轻视这个比赛，赛中犯了这么多错误的情况下，还能拿到这16分，真的都已经是上天保佑，超常发挥了。这场比赛给我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千万不要在一个场地同时跑2个不同的比赛，尤其是小马力前驱车跟大马力后驱车同时混着跑，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我赛后问了罗开罗，他说他曾经同时混着跑了一场 GT3 以及 GT3 Cup， 结果他把那2比赛全都跑砸了，于是他从此决定再也不同时跑2个不同的比赛。强如罗开罗都做不到这一点，我简直是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所以事已至此，后悔也没用了，我只能吸取教训，把全部的希望都 all in 在下一站珠海的收官战了。那本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